50年前，麻省理工學院 MIT 就已經發布咗一項標誌性嘅研究，預計去到2040年嘅經濟同埋社會將會嚴重淪陷。而喺呢個世紀完結之前，我哋會面臨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災難。MIT 嘅科學家喺50年前就已經開發咗一個名為 World 3嘅計算機模型，去模擬全球可持續性。呢個研究本身係應該要一個幾有趣嘅項目嚟嘅，但係當電腦冇辦法預計到2040年之後嘅年份，啲研究人員就好驚啦，因為呢個 World 3顯示到去到2040年人類已經唔存在。而更加可怕嘅就係最新嘅 KPMG 嘅研究就指出，我哋仍然 on track 喎，即係話我哋仍然跟住 MIT 呢個 timeline 去走。係咪好恐怖呢？你哋準備好未？我知雖然係好恐怖，但係我哋都要面對嘅。今日我就同你哋一齊睇下呢份報告。而喺影片嘅後部分都會講講我哋未來我哋嘅經濟發展會係走咩方向呢？呢一份 MIT 嘅研究係根據人口、生育率、死亡率、人均嘅工業產出、食物，仲有我哋嘅化石能源同埋污染等等呢啲可以變嘅數字，再用一個仿真嘅模型去計算出嚟。當年呢個整個嘅研究就被出版成為一個暢銷嘅書，叫做 The Limit to Growth 增長嘅極限 LTG。咁呢本書之後直到去2004年都有出唔同嘅更新版本去跟進呢個 World 3嘅模型，同埋我哋依家現實嘅情況係咪吻合？而喺最新嘅2004年嘅更新版裏面最具代表性嘅模擬場景就係呢個 BAU， 即係 Business as Usual 啦。即係話我哋如果人類一切照舊，再基於我哋嘅歷史嘅平均水平去計算嘅話去到2040年左右，人類嘅經濟同埋社會就會以呢個崩潰去告終。你可以見到呢個 industrial output， 即係呢個工業生產線喺2030年之後急速向下滑。呢度亦都令到我哋整體嘅工業生產由本來係高於整體嘅人口變成低於人口。資源亦都一樣，佢喺1980年代左右同人口形成呢個交叉之後，去到2100年呢個資源係遠遠低於我哋嘅人口水平，嘢食亦都唔足夠人類去生存。去到2100年嘅話，整體嘅植物生產會返去1900年嘅數量，足足倒退200年。另外一個模型係 BAU2， 呢度即係指我哋佔用嘅資源係原本 BAU 裏面嘅2倍。好多人喺度講係咪資源唔夠令到人類滅亡呢？喺度科學家就證明咗，即使有更豐富嘅資源亦都避免唔到我哋整體嘅人類滅亡。增加咗資源其實只不過係將資源短缺嘅危機轉化為呢個污染嘅危機，因為隨住更多嘅資源，人類對改革或者去科技創新嘅動力自然就會減少啦。所以 BAU 即係一切仍然係照常進行，而且會拖得更長，咁樣會造成更多嘅污染，令到整個嘅農業產量啦、食物嘅產量，甚至係人口嘅數，當到達某一個點之後會直線下降。簡單講句，更多資源即係更多浪費啦。喺呢個模型裏面，我哋會見到呢個污染喺2000年後直線上升，更加衝破咗成個圖表。經濟產能亦都最後都崩潰，而工業生產去到2035年之後達到最高位，之後再喺短短幾十年裏面下跌，翻去到1950年嘅水平。而最終我哋嘅工業產能會少於我哋嘅人口。MIT 嘅研究結果發現BAU 同埋 BAU2 嘅情景裏面，去到2040年至到2050年左右啦，我哋嘅整個人類嘅制度會開始崩潰，最終會限制咗我哋地球增長嘅5個基本元素，即係人口、食物、資源、工業產出同埋污染。5個裏面只要其中一個基本元素失衡或者消失嘅話都會為成個地球帶嚟呢個嚴重嘅災難。而呢5個基本元素都有關聯性嘅，例如工業產出嘅結果就係資源下降同埋污染啦。譬如食物下降嘅結果即係人口減少，而人口上升嘅結果即係資源減少。而喺50年後，呢份研究令到好多人都喺度諗，包括我自己都喺度問緊一個問題：我哋係咪真係喺度倒數緊呢個末日呢？2021年 KPMG 就聯合咗耶魯大學就呢個 World 3嘅模型同埋實際嘅現金數據做一個比較，當中包括人口啦、生育率、死亡率、食物、工業產出、污染、資源等等進行一個詳細嘅現實數據嘅比較，睇下我哋係咪真係倒數緊末日。而佢哋得出嘅結論答案就係Right on time， 即係我哋嘅手勢同 World 3預計係吻合，即係話如果按照目前嘅趨勢呢個崩潰可能喺2040年至2050年就會發生啦。大家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可惜呢？我自己睇到呢度都幾唔開心，咁我繼續睇落去啦，又唔使咁快失望住嘅，因為除咗呢個 BAU 同埋 BAU2呢兩個模型裏面LTG 呢個工作室亦都做咗另外唔同嘅模型，另外一個模型叫做 CT Comprehensive Technology，CT 就代表咗呢個科學同埋科
科技嘅創新。不過喺呢個 CT 模型裏面咧，假設人類嘅價值同埋咧我哋人類嘅優先選項咧係冇做任何嘅改變，所以咧亦都係部分嘅 business as usual 啦 BAU 嚟嘅。而事實上科技的確有助咧避免我哋人類徹底崩潰。喺呢個 CT 嘅情景裏面咧，人口去到2050年左右會去到高峰，人類嘅生命咧可以繼續延續。不過去到2050年呢個食物供應就會翻去到2000年嘅水平啦，形成一個非常之大嘅糧食缺口。雖然有更好嘅科技，但係依然咧冇辦法阻止呢個工業生產喺2035年之後跌翻去到2000年嘅生產水平。MIT、KPMG 同埋耶魯大學佢哋做呢啲所有嘅研究都係為咗一個目標，就係揾一個可以經濟穩定增長，喺創造價值同埋社會繁榮嘅同時，揾到一個可持續性嘅方法，即係 sustainability 啦。但係我哋呢個有限嘅資源同埋無限嘅增長咧，兩者本身咧就係一個對立。咁我呢度咧就講多少少啦。呢個經濟增長咧，即係指一個國家喺特定嘅時間裏面嘅總生產量嘅增加。喺市場經濟體系之下咧，呢個公司主要嘅目標就係揾利潤、揾成長，同埋咧吸引投資者，仲要擴大佢哋自己嘅市場份額。所以咧，公司會不斷咁樣創新同埋發展新嘅產品同埋服務，去滿足消費者嘅需求，從而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利潤啦，即係賺錢。而同一時間，因為政府又要應付佢哋日常嘅國家開支，支持佢哋嘅國家發展，所以佢哋亦都會尋求一啲措施去支持整體嘅經濟增長，譬如一啲通脹目標嘅政策啦、貨幣政策啦、財政政策等等。但係政府嘅工作咧係冇到期日嘅。而一個國家正常啦，都係冇一個結束嘅一日，所以人類為自己訂立下嘅經濟系統咧，係一個 infinity， 即係無限嘅方式去增長。但係當呢個經濟增長嘅同時咧，生產同埋消費咧嘅需求亦都會增加，所以亦都要用更多嘅自然資源，譬如石油啊、水，同時咧亦都要用更多嘅生態系統去支持呢啲咁嘅發展，譬如土地啦、空氣。但係你同我都知道呢個天然資源同埋生態系統都係有限嘅，但係跑經濟、跑數字、跑利潤。呢啲都係世界喺過去咁多年嚟一個固有嘅經濟系統之下咧，俾全個地球人同埋啲公司甚至係政府嘅共同目標，而喺過去咁多年嚟咧都係冇變過。但係如果去到2040年，呢個經濟同世界真係要末日嘅話，即係話我哋依家買落嚟嘅房地產又好、樓又好、股票、債券乜都好，呢啲所有嘅資產去到嗰個時候，基本上就係變到冇乜意義啦。咁我哋仲要唔要投資呢？咁當然啦，地球人咧就係唔會想坐住喺度等死嘅。咁呢個 World 3嘅第4個嘅模型咧，就係 Stabilized World SW 啦。喺 SW 嘅模型裏面，人類將佢哋嘅 priority 由以前嘅物質消耗同埋工業增長，轉去到健康、教育、減排同埋資源效率呢啲等等嘅技術上面，最終咧就可以避免咗呢個整體嘅社會同埋經濟崩潰，而且人類係仍然可以繼續享有一個好高嘅生活水平，而且生存落去。雖然呢個係最好嘅情況啦，但係你會見到食物同埋人口咧，其實喺2020年開始去到2070年咧都唔成正比。而啱啱我哋過去嘅一場疫情同埋俄烏戰爭，亦都印證咗喺2020年我哋真係出現咗一個糧食危機，尤其是喺一啲低收入嘅國家。似乎呢樣嘢喺未來幾十年裏面咧，仲未得到解決。但係咧，我哋都唔可以灰心住。喺 SW 裏面咧，隨住人類開始減少呢個物質嘅消耗同埋工業增長啦，無論喺食物同埋我哋嘅產出，最終咧都會平穩地咁樣維持。而去到2075年左右啦，呢個食物同埋工業生產咧，將會略高於一個人口，即係話人類歷史上面首次可以脫離呢個饑荒，同埋我哋有足夠嘅資源可以繼續生存落去。而呢個最重要咧就係科技嘅幫助啦。呢個資源嘅消耗咧，亦都會越嚟越少，污染嘅問題咧，亦都喺2050年之後得到解決，成個世界嘅環境可以翻去工業革命之前嘅水平，即係咧藍天白雲咧可以重現啦。咁呢個 SW 嘅模型咧係人類嘅終極目標啦。咁但係點樣可以達到呢？老實講，如果你跟住呢個傳統嘅市場經濟模型咧，我唔認為可以喺短時間裏面咧，我哋做到改變。我好難想象到咧，成個嘅世界如果冇咗錢喺上面嘅話咧，呢個秩序會係點樣維持咧？咁其實唔係你哋嘅，早喺10幾年前咧，我已經開始諗緊呢個冇錢嘅可能性，唔再有呢個金錢遊戲會點咧？咁我有機會咧再做另外一段片同你哋分享一下。但係如果假設呢個市場經濟同埋傳統嘅金融咧仍然存在嘅話咧，要挽回呢個崩潰嘅命
命運，似乎呢個產業嘅結構轉型咧係必須嘅。所以我自己投資嘅時候咧會參考 ESG 嘅指標。對我嚟講，呢個 ESG 其實係可以簡單叫做可以令到成個世界可以持續發展嘅企業管治模型啦。咁亦都係咧俾所有嘅公司朝向呢個 sustainability 裏面咧一個指引。E 即係代表環境， S 即係社會責任， G 咧即係企業架構啦。咁點樣睇每一間公司嘅 ESG 嘅排名咧？喺 MSCI 呢個網站裏面，你可以咧查翻每間公司嘅評級。譬如咧，如果我想查一查 Tesla 咁，打入 Tesla 呢個字咧，你就會見到佢嘅評級係 A。你都可以參考 Tesla 過去嘅評級係點樣，你都可以比較下另一間車廠 Volkswagen 咧，佢嘅評級係 B。咁你可以見到啦，即使係車嘅公司，佢哋嘅評級亦都可以相差好遠。咁呢度咧下面亦都解釋咗每一個評級背後嘅意義。除咗個別公司之外咧，我自己都有加大喺 ESG 上面嘅投資啦。好似呢個我已經買咗幾年嘅 ESGU 啦，呢一隻係 focus 喺高 ESG 評級公司嘅股票 ETF。自從喺2016年開始之後咧，呢一隻 ESGU 喺6年內已經升咗80%噶啦。而同 ESG 投資有關嘅市場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大噶啦。講緊2021年咧係18.4個 trillion， 而根據 PwC 嘅預計喺5年後2026年咧，呢一個整體嘅投資金額會上升去到33.9個 trillion， 講緊係84% 嘅升幅。其實喺最近呢幾年咧 ，ESG 已經係成為投資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估值指標之一。一啲大型嘅機構投資者啦、基金公司等等，都受制於佢哋當地國家嘅監管，同埋佢哋自己股東同埋管理層嘅壓力之下咧，其實佢哋對 ESG 評級差嘅公司嘅投資咧，亦都要大幅縮減。同一時間，佢哋都大力增加喺綠色投資嘅項目啦。所以除咗我哋一直沿用嘅去分析公司股票，譬如用傳統嘅數據啊、財務報表、估值模型去睇公司嘅營運情況之外咧，依家成個世界咧個趨勢需求都改變咗，仲要睇呢個 ESG 噶啦。當然啦，如果你哋想學翻一啲基本嘅財務知識啊、估值模型同埋財務數據分析咧，你可以睇一睇呢個豬豬課程啦。連結喺下面。除咗睇呢個 ESG 之外咧，睇翻整個嘅未來產業嘅結構咧，亦都好有機會有一個大嘅轉型。產業裏面咧，大家熟悉嘅，譬如電動車啦，即係 EV，咁佢哋係幫助減少呢個氣體排放，亦都減少對呢個化石燃料嘅依賴。咁如果真係用再生能源嘅話，其實 EV 嘅能源效率咧係可以高達57%，但係相反 Diesel 嘅車嘅能源效率咧就係得31%，而 Gasoline 嘅效率咧就係得19%。總括嚟講，我係支持用呢個電動車 EV 嘅，但係整個 EV 產業無論喺生產、用電同埋回收方面咧，都仍然係好多盲點，仍然有好多嘅問題咧等緊我哋去改善。咁我呢段影片裏面咧有更詳細嘅分享啦，有興趣你可以睇一睇。產業上面咧我都睇好 AI 嘅，因為 AI 咧係其中一個可以幫助減排嘅行業嚟嘅。例如佢哋可以幫助改善到好多產業嘅工作程序啦，提升佢哋嘅資源效能啦。譬如點樣去處理佢哋嘅廢物，點樣咧係更加有效去管理佢哋用嘅能源咧 ？AI 咧配合埋呢個大數據同埋一啲模型嘅預測，可以咧預估未來嘅需求，可以幫到啲公司咧減少一啲多餘嘅消耗，從而降低人類嘅污染活動。另外一個產業咧，我都好有興趣嘅就係 3D printing， 呢個亦都係對環保非常之好嘅產業。整個 3D printing 咧係按需求去生產嘅，即係話咧少咗好多產品過剩。3D printing 咧通常咧耗用呢個能源係少啲，而且可以推動更多嘅本地嘅生產，所以咧係可以降低成個生產同埋運輸過程裏面嘅碳足跡。而另一方面，某一啲行業，我覺得佢哋要逐步萎縮，或者係要做一個好大嘅改變先可以生存到。例如如果喺呢個畜牧業啊，養牛咧對整個世界環境都可以產生一個好大嘅負面影響，因為咧牛係會放屁嘅。我唔係講笑，因為咧養住呢啲動物咧會產生大量嘅溫室氣體排放。根據 IPCC 嘅報告咧，佢就話啦，呢個農業排放出嚟嘅溫室氣體其實佔整體地球嘅排放咧係講緊8.5%。而另一個咧有問題嘅產業咧就係 fast fashion， 呢個服裝時尚咧其實對呢個環境都係產生一個好大嘅負擔。成個 fast fashion 嘅產業咧佔緊世界排放量嘅大約10%，而呢啲衫嘅質素係好差，好多人咧就係着一季或者一年咧就抌噶啦，每年咧就有85%呢啲咁嘅衫啊紡織品咧俾人掉到去垃圾桶，係咪好得人驚咧？咁當然啦，對於呢一個 MIT 整個嘅研究模型啦，其實係咪完全準確咧？或者係咪過分悲觀咧？外面咧其實有
好多唔同嘅聲音同埋質疑嘅。咁但係無論佢講出嘅年份啊，2040年係咪準確又好，或者佢嘅讀數係咪準確都好啦。如果我哋繼續 business as usual 嘅話咧，有一樣嘢可以好肯定咧，就係我哋依家見到地球上嘅問題只係會繼續加劇，冇一個改變嘅方法。就好似呢個冰山咁樣，呢個 World 3裏面嘅 BAU 同埋 BAU2嘅問題，其實只係冰山上面嘅部分，我哋見到只係一個病徵。而呢個海底裏面嘅冰山係咩呢？就係人類過去咧一直追求嘅固有價值，譬如對稀有資源嘅搶奪、軍事競賽、金錢同埋經濟力量，仲有地緣嘅掠奪等等，呢啲先係砌出呢個冰山嘅核心嘅成分。簡單嚟講，只要我哋人類呢個價值同埋以經濟為優先考慮嘅信念唔改變嘅話咧，我哋整體人類嘅生存福祉咧就會下降。所以如果要避免呢個2040年呢個崩潰咧，唯一我哋可以做嘅嘢就係改變人類固有嘅價值，令到我哋人類可以繼續生存落去，並且咧獲得一個好高嘅生活水平。你有留言話俾我聽，你覺得2040年係咪真係人類嘅末日年份呢？而你又覺得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呢？好，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